这里的一切都经过无数的测试，保证100%安全。你好。在上期视频中，我们认识了卡莱布，一个被困在自己记忆迷宫里的倒霉蛋。没错，他是主角，但主角不只有他，还有他的另一面。你好，我是你，或者说，是你的特别善于表达的一面。出于某种原因，这个自称是主角另一面的旁白一直在引导我们去重温快乐的童年记忆。水上乐园、游乐场和充气城堡这3处地点是回味童年的首选。在此期间呢，旁白也不断强调，收集这些记忆对大家都有好处。我们去了水上乐园，也去了游乐场，水上漂流、幻想伙伴、炮台游戏，快乐的情绪也确实被重新唤起。但人的记忆中不可能只有快乐，意识深处那些不好的东西也会顺着记忆的复苏越过红线。正因如此，旁白的快乐回忆计划才屡屡出现意外，甚至险些泡汤。看来我们有点偏离轨道。卡莱布，拜托，不是那边，别，卡莱布，别这样，这里的一切都经过无数的测试，保证100%安全。不好的记忆与情绪始终在干扰着卡莱布的选择和旁白的计划，而他们的最终载体是一个叫做 Smile 的吉祥物。这个吉祥物现在已经被扭曲成了噩梦里的怪物，一路追杀着我们。此时此刻，我们早已无路可逃，彻底成为了他的笼中之鸟。但这一切的一切还真不能怪 Smile 狡猾，现在这种局面完全是由卡莱布自己作死造成的。看过上期视频的小伙伴们都知道啊，这个卡莱布不听旁白指挥也不是1次2次了。尤其离谱的是，就在卡莱布准备进入第3段快乐回忆，也就是这个充气城堡的回忆之前，他居然在入口旁边发现了一个通往意识深处的岔路口。旁白的意思是说，你别进去，这个地方的记忆还没有准备好。卡莱布的回答是好的，然后头也不回的就走了进去。本着不作死就不会死，但我偏要作死的人生信条，卡莱布是毅然决然的踏上了这条不归路。结果当然是毫不意外的成功进入了旁白最不想让他触碰的记忆部分——童年的家中。尽管已经被气得血压飙升，但旁白还是咬牙做了最后的努力，试图把卡莱布拉回正轨。你在做什么？我说过，这段记忆还没准备好，请立刻去找点别的事做。你还记得我们玩过的那个小游戏吗？你还记得之前在地下室他让卡莱布玩的那个小游戏吗？就是那个听敲门声去关门，然后保持灯光常亮的游戏。当时我们都以为那只是打发时间的注意力转移的小把戏，但事到如今该发现真相了。从一开始，这个敲门和关灯就是一种侵入性思维在作祟，那根本不是游戏，那是防止被自己内心吞噬的最后一道防线。现在卡莱布只剩下这一种方式可以脱险，只有撑过去，他和旁白才有机会回到那条原本计划的安全的和快乐的路线上。但问题是，你还记得上次玩这个游戏的时候，门外敲门的是什么吗？而这一次，门外的又会是什么？防守战正式开始，玩法就和之前的地下室里面是一样的。如果我们防守成功，就会解锁游戏中的第一个结局，这个结局也被称作腐化结局。好，我们现在要重复玩一下那个之前我们第1次玩过的那个关于门的游戏，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哪扇门开我们就关哪边，大家还有印象没有？就是一开始我们在地下室玩的，只不过这一次是有怪物的啊，这个门是怪物开的。这就是旁白所说的侵入性的思维，指的其实就是那个潜意识藏在潜意识里的怪物。克莱布，停下！哦，看来你的注意力已经变得相当不稳定了，但请放心，我们对这个再次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多亏了我们的情绪调节装置，一切尽在掌控之中。你现在可能会注意到，走廊和厨房的墙上新装了2个发光的电灯开关。这些开关刚刚安装完毕，并成功接入到了我们的安全擦除协议。如果你在厨房或走廊里看到任何让你感到内疚、恐惧或绝望的东西，请立即拨动对应开关来启动协议。
随着时间的推移，怪物的活跃度开始上升，旁白的状态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他的语气一会错乱，一会镇定，时而恐惧，时而理性，但最终他总能平复心情，重新为我们制定计划。旁白说，这都是情绪调节装置的功劳，而擦除协议所连接的灯光帮我们照走怪物，就是他的最新计划。真正有意思的剧情线索，也正是旁白手里的这两样东西。情绪调节装置就是上期我们有提到过的监控啊。请允许我向你介绍我们独有的情绪调节装置。这是一个由相互连接的摄像头组成的极其复杂的装置。情绪调节装置顾名思义，能让旁白监视卡莱布的同时平复自身的情绪。至于记忆擦除协议，听名字就知道不是什么善茬，它能把记忆处理掉，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一视同仁。至于是怎么个擦法，擦了会怎么样，旁白并没有细说。这两个东西啊，可不只是在手点站才突然冒出来，要想弄清楚它们到底是什么，我们可能还得把视角拉回到游戏最开始的那个地下室的记忆里面。在我们完成那个关门小游戏之后，2楼有一扇原本锁上的门变得可以被推开，里面有一个房间，房间的墙上挂着一个写着擦除字样的拉杆装置。你好奇拉了一下，然后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卡莱布，求你了，碰东西的时候尽量小心点儿。不只是地下室，水上乐园和游乐场也藏着同样的装置，只要我们拉下拉杆，附近的记忆信息瞬间就会灰飞烟灭。很明显，这就是旁白之前有提过的擦除协议。如果我们把这3个拉杆都给拉掉了，那么就会打通其中的一个新的结局路线——擦除结局路线。至于怎么到这个路线，它的分支点在哪里，我们可能先需要把视角拉回到上期视频，回到我们刚进游乐场的那个时间点。卡莱布，你在干什么？抱歉，刚才我有点失态了。如果再遇到类似情况，请一定要立刻移开视线，千万不要去关注它。旁白在这个时间点其实是有提醒过卡莱布的，大概就是说啊，这个怪物出现的时候，我们不去盯着它看，当它不存在，一切就没事了。你还别说，这可真不是骗人的。看到了吗？根本没什么好担心的。这 Smile 还留下了一个吉祥物周边啊，你别说，还是有点可爱的。那么接下来的任务就很好办了，我们只需要跟随旁白的指引，就可以离开这个充满着运动量的游乐场。好吧，我们来的正是时候。虽然近得让人有点不安，但我们到了。我想现在是时候聊一下我们之前跳过的那些预防措施了。旁白又在关键时刻救下了我们，并给我们浅浅地说明了一下这个怪物的来源和一些安全注意事项。旁白的意思大概就是说啊，人的内心深处都会有一些黑暗的想法，但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每个人的内心都会有的。绝大部分时候出现这种状况都不会有什么事情，因为这只是我们的大脑在自娱自乐罢了。不过他们归根结底不是什么好东西，建议卡莱布还是赶快忘掉他们为好。在这个游戏里面，旁白确实是一直在扮演帮助者的角色，从头到尾一直尽职尽责。怎么说呢？他帮我，我其实还是挺感激的。只是有些时候吧，他说话的方式也有点贱兮兮的。好了，别担心，我们的大脑只是有点调皮罢了。你不如四处看看，想办法把这个锁打开。我会在这里默默地为你加油。现在是什么时间？电工时间。我会在这里默默地为你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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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得漂亮！请跟随发光的箭头前往我们的备用目的地。如果我们在游乐场那里听从旁白的劝告，不去看那个怪物，就会进入到这个解谜房间里面。把这个房间里的谜题全部解开，会走进一条走廊。这个走廊里面是有分支路线的，
如果你之前没有拉掉那3个擦除拉杆，那么这条路线就只能通向充气城堡的主线。但反过来，如果你已经把那3个拉杆都拉了，恭喜，一条全新的隐藏路线就此被解锁。大家要注意啊，这个门只有在你拉了3个清除拉杆以后才会被打开，否则它是锁上的。拉了3个清除拉杆以后，这个门可以打开，我们走这里就可以解锁擦除路线。又有1个拉杆，点击擦除。好，这个时候出去场景变了，它变成一扇门了，看到了吗？然后我们又会进入一个旋转楼梯啊，然后它这个楼层变成 LL 就是莉莉的缩写啊。这个如果你一直走，它是一个循环的楼梯，就是你怎么走都是走不到底的。然后我们需要做点什么打破这个循环，怎么打破循环呢？找个地方跳下去就可以打破。这个有点像后世里的一些桥段。从旋转楼梯摔下来以后，我们会来到一片记忆存储区域，所有的记忆都会按照年份放在不同的仓库里面。记忆从2005年开始记录，一直记到了2025年。按照这个时间线推测的话，卡莱布现在可能刚好20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所有的记录中，唯独2016年的仓库，它的门牌号上是空白的。难道说2016年发生了什么独特的事情，导致了卡莱布这一年的记忆发生了异常？打起精神来，卡莱布，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最终，卡莱布来到了存储自己所有记忆的数据中心里面。卡莱布，什么？你怎么到这儿来？电视上密密麻麻显示着游戏地图里的每一个角落，有这么多监控画面，难怪这个旁白对我们的行踪知道的一清二楚。在这个结局里面，我们可以选择清除自己的所有记忆，相当于是抹除了自己的存在。卡莱布，不管你在做什么，快停下！卡莱布，拜托，我们回到修复工作上去吧。我们有很多事要做，那么多记忆等着我们去重游，就给我一点时间去回忆。当然，不是所有东西。拜托，卡莱诺，这不是我的本意。我能找到另一条路，我能，求你了，我不想。然后游戏就崩溃了。在之前的 demo 版里面，通过旁白和卡莱布的互动，我们一度以为这个旁白是卡莱布的心理医生，毕竟他在 demo 的游戏里面看起来温柔，而且引导性比较强，还有那么点神秘感。心理医生确实更符合这种感觉，但在正式版的游戏中删改了前期的部分台词，就彻底堵死了这种猜测。游戏开场就说得很清楚了，他是我们的另一面。而从擦除结局的这条路线来看，旁白说的话也确实属实。整个游戏的过程中，他一直在引导，在帮忙，从来没有骗过我们。而且每次使用这个擦除记忆的装置，卡莱布和旁白都会同时受到影响，就好像旁白自己也会因为记忆的擦除而感到疼痛一样。卡莱布，你在干什么？他在擦除结局里的表现也完全符合他是我们另一面的这个设定。说白了，卡莱布和旁白本来就是一体的。可旁白既然和卡莱布是一体的，为什么在指引卡莱布的时候，大多数时间都那么的冷静和理性？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心理医生一样，或者说像一个不属于主角内心世界的局外人一样，在看不见的地方进行指导。游戏中反复提到的情绪调节装置，在心理学上其实有个对应的概念，那就是解离。解离指的是当一个人陷入极度痛苦的情绪时，他的记忆、情感乃至自我认知会产生断裂，内心的抽离感油然而生，仿佛以一个第三者的视角对自己的遭遇和行为进行评估和审视。就像游戏里的旁白一直在用监控盯视着卡莱布一样，意识中的卡莱布和旁白的互动比较符合记忆解离和身份解离的特征。至于那个记忆擦除协议，对应的则是我们上期有提到过的压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创伤性遗忘和选择性遗忘。压抑和解离都是人在经历痛苦时意识所采取的不同应对措施，区别在于压抑是忘了，解离是这好像不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只要我不是当事人，我就没有必要为此感到痛苦。
这是大脑为了调节自身情绪耍的小花招，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旁白每次产生情绪之后，又能迅速的平复自身情绪。克莱布，停下！我……看来你的注意力已经变得相当不稳定了，但请放心，我们对这个再次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杰伊的人总是会抽离出自身情绪，然后变得异常之理性，这是他们对抗负面情绪的一种技巧。不过顺着这个思路，旁白的真实身份也有了些许眉目。尽管还只是猜测啊，但我的脑海里面已经有了一套较为大胆的理论，一个经典的心理学理论，或许能够给我们一些灵感。它能够解释迄今为止游戏里面所发生的一切故事。但在那之前，让我们先回到腐化结局的首点站，把这个首点完成以后再来细讲。看来我们要玩一个小小的防御性游戏，真的很简单。只要听这个房间两边的门，如果有哪扇门打开了，就赶快过去把它关上。在首点站里面 ，Smile 一开始只有敲门和徘徊两种行为，应对方式就是关门和开灯。不过到了大后期啊，第三个行为也会开始出现。不，你在干什么？把电视关掉！要搞坏它了！这全都是你的错！电视突然亮起，旁白也开始发癫。这个电视就是一直吸引卡莱布进行意识穿梭的那一台，几乎 Smile 每次出现的地方都会有这台电视的身影。我们的首点站也多了一件事情要做，那就是把这台电视给关闭。因为这个电视代表的是某段重要但绝不允许被提及的记忆正在慢慢苏醒。对于旁白和卡莱布来说，回忆这段过往对他们都没有好处。游戏后期的容错低到离谱，稍有不慎，怪物就会贴脸对赌。怪物敲门靠听力辨别，若他探头，那便开灯辟邪。可电视机的干扰也非常讨嫌，毕竟防守顺序稍一错乱，关卡节奏就会全断。难度不好说是低是高，但氛围的拿捏的确是有一手。像小时候一个人在家，听见敲门声后瑟瑟发抖，非常的吓人啊。这一段我现在玩还是觉得有点吓人啊，这段氛围做的是非常好的。所有信息都在声音里面，应该是过了。整个房间猛地一震，宣告防守战的结束。Smile 已经离开，家中暂时恢复了安全。仔细听，防守战的结尾有小孩交谈的声音。至于交谈的内容是啥，我也没有听清。房间里面，我们再次看到了那两个熟悉的字母 C 和 L， 代表着卡莱布和莉莉，还有一盘磁带，上面写着不要播放的字迹。拿完磁带后，推开门，发现门口通往的是一个被黑色物质所包裹的无尽空间。空间的远处有一扇木门，一直往前走就能达成腐化结局。走着走着，我们会发现对面的木门正在朝我们移动。腐化结局达成，游戏剧情戛然而止。当结局的门怼到主角的脸上时，有一段意识流的闪回画面，让我们来逐帧分析一下。一个戴眼镜的人，一扇透着光的门，一朵黄颜色的花，又是这个人，还有一辆车，镜头一转，没了。是不是没有看懂这个结局画面在讲什么？没有关系啊，各位观众朋友们，因为我也没看懂。主要是这最后一段太意识流了，摸不清作者想表达的内容啊。倒是有的网友觉得这个片段里面出现的眼镜男代表的是成年以后的卡莱布，最后一段车内的运镜代表的是车祸。
我个人是没太看出来，也不敢妄下定论，所以咱还是抛开这个结局的谜语人环节，先来说说我目前对已知剧情的总结和看法。先来捋一下这个游戏的碎片化剧情啊，不难理解，卡莱布的童年有很多快乐的回忆，很大程度上是和自己的童年伙伴莉莉一起玩耍的时光。可是，在某一年，莉莉意外死亡，而且很有可能卡莱布是觉得莉莉的死是自己所害，这一点从旁白的台词也可以看得出来，全都是你的错。莉莉的死对主角的打击很大，大到大脑不得不忘记关于莉莉的所有记忆，才能勉强维持卡莱布的正常运转。但记忆可以被深埋，创伤遗留的空洞仍需情感来填补。失去莉莉的卡莱布急需一个新的玩伴和精神支柱，于是沃特应运而生。沃特是卡莱布的幻想朋友，他是一个被画上笑脸的红色气球。在卡莱布的内心深处，鲜艳的红色始终是属于莉莉的颜色。画里面的莉莉脖子上总是系着一条红色的丝巾，家中的黑板上的字迹，冰箱上的冰箱贴，只要是和莉莉名字有关的颜色，它们都是红色的。就连最先渗出黑色粘液的滑梯都是红色的。现在这只红色的气球也成了莉莉的象征。沃特的陪伴着实让卡莱布的精神得到了一些慰藉，但终究是治标不治本。潜意识里那些不好的记忆依旧会化为噩梦，并以童年吉祥物为载体，不断侵扰卡莱布。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旁白出现了。他为了解决卡莱布童年时期的创伤，设计了一整套计划。在这套计划里，他遵循快乐原则，要求卡莱布完全按照自己的路线走，一步都不能做错。那么回到之前我们提到的问题，旁白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奥地利的精神科医生费洛伊德在他出版的著作《自我与本我》中提出了一套人格结构模型。费洛伊德认为，人的内心不总是统一的，他们其实充满了冲突与矛盾。我们的内心有3种声音，分别是本我、自我和超我。在游戏中，怪物 Smile、主角卡莱布和不断在一旁提醒我们的旁白，对应的就是这3种声音。在游戏意识中，最符合费洛伊德理论中超我特征的是旁白。超我代表道德规训，他追求完美，追求应该怎样和必须怎样。我是你善良的一面，你的方向感，那个在你肩头低语的微弱声音。例如，那块蛋糕切的是不是有点太宽了？那通常是我。最符合自我特征的是卡莱布，自我通常夹在超我和本我的中间，它是两者之间的平衡。他一边需要想办法合理满足本我的欲望，又得想尽办法听从超我的告诫。有时你并不听劝，但那没关系，我们是一个团队，你和我，一个有时略有分歧的团队，但终究是团队。自我就像是一个随时随地都在做选择的人物。在游戏中，卡莱布也确实一直在旁白的告诫和潜意识深处的诱惑中做选择。最符合本我特征的是那个噩梦化的 Smile。 本我代表原始欲望与情感本能，他只追逐自己想要的，为了填补自身的欲望和空洞，是不计后果和代价的。不过 Smile 大概率也不完全是本我，它是本我的一部分，或者说它是本我的一种化身，它来源于本我，是本我欲望的代言人。当然，以上这些说法都只是我个人的一种解读角度。费洛伊德的理论本身就具备一些争议，游戏设计者未必会完全照着这个理论来进行游戏设计。但我们顺着这个思路去看整个游戏剧情，会发现有很多细节都是能呼应上的，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我们当然也可以不用那些复杂的心理学知识去解构这个剧情，而是直接用一些简单粗暴的联想方式，或许用这种方式得出的剧情反而更加的有意思。我们来大胆的假设一下啊，如果那个噩梦般的 Smile 指代的就是莉莉本人，那么这个剧情会有什么样的突破呢？
因为童年那场和莉莉有关的创伤太深了，潜意识不敢让我们想起这个人具体是谁，于是把他扭曲成了怪物来跟我们见面。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与 Smile 相遇是怎么发生的吗？就是那间写着莉莉名字的小黑屋里，我们被丢出来的电视机给传送了过去。电视机也恰恰是卡莱布和莉莉一起陪伴的记忆锚点。在游乐场发生的追逐战，难道不像你小时候和玩伴追逐打闹的样子吗？好比是费洛伊德在《梦的解析》里阐述的观点一样，一个看似恐怖狰狞的噩梦，也许只是一个被长久压抑却无法得到满足的愿望，以扭曲的方式给实现出来。就像那张在游乐场的角落被人遗忘的海报上写着的 "Don't forget to smile"。这句话可以理解为不要忘记微笑，也可以理解为不要忘记 smile 这个吉祥物。但如果从潜意识的深渊里爬出来的那个怪物指代的就是莉莉的话，那这句话所代表的含义就变成了一直压抑在卡莱布内心深处最真实也是最难以实现的愿望：不要忘记莉莉。好，我们拿到了。哇！